欢迎来到小鹿故事会，听故事，长智慧，品人生。每天分享精彩民间故事。今天的第一个故事：木匠上门修床，发现主家门槛下爬蜈蚣，掏出7枚铜钱。在江南水乡的一处古镇，那镇子名叫柳溪镇。镇上的青砖黛瓦间透着古子古朴劲儿，邻里间和和气气，日子平淡如水。可就在这么个宁静的地方，却出了一档子离奇事儿，跟咱今天要讲的这位木匠有关。张家老宅的大门紧闭，李三角上前轻轻叩响铜环，不一会儿，门吱呀一声开了，一位身着素衣的老者探出头来，面带微笑，可是李木匠，正是在下李三角。李三角拱手行礼，心里琢磨着这老爷子气质不凡，定是个有身份的人物。老者将他引进宅子，边走边道：家中老朽的床榻年久失修，夜里时常发出异响，扰人清梦。听闻李木匠手艺高超，特地请您来瞧瞧。李三角点头应承，心中却暗自思量：这床榻一响，要么是木头朽了，要么是结构松动，都不是啥大问题。跟着老者穿过曲折的走廊，来到一间厢房前，老者推开门，请李三角进去。厢房内布置得极为雅致，一张雕花大床摆在正中，床榻上的雕刻繁复精美，一看就不是凡品。李三角走近细看，果然发现床腿处有些裂痕，心中有了计较。正当他准备动手修理时，眼角余光瞥见门槛下方似乎有异物蠕动。他蹲下身子，仔细一瞧，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。只见一条尺余长的蜈蚣正沿着门槛缝隙缓缓爬行，那蜈蚣身体漆黑如墨，背上有金色的纹路，在昏暗的房间里显得格外瘆人。李三角心里咯噔一下，心想这蜈蚣绝非寻常之物，怎么会出现在这富贵人家的宅子里？他不动声色，悄悄从工具箱中摸出一把锋利的小刀，准备在修理床榻的同时，把这不祥之物给处理了。可就在他准备动手的那一刻，那蜈蚣仿佛察觉到了危险，突然加速，嗖的一下钻进了门槛下方的缝隙里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李三角心里犯嘀咕，这蜈蚣出现的蹊跷，消失的也古怪，看来张家老宅怕是有些不为人知的秘密。他站起身，假装什么都没发生，继续修理床榻。老者在一旁看着，偶尔搭句话询问修理进度。李三角一边忙活，一边试探性地问起张家宅子的历史。老者叹了口气，缓缓道来：原来这张家老宅已有上百年的历史，历代主人都是当地的名门望族。可到了这一代，张家人丁稀薄，只剩下老者一人守着这份家业。老者膝下无儿无女，平日里就靠着几位远房亲戚照应。最近这阵子，宅子里怪事连连，先是夜里能听到莫名的声响，接着就是床榻无故异响，搞得人心神不宁。李三角听完，心里更加确信，这宅子里定有不干净的东西。他修好了床榻，老者满意地点点头，要付他银两。李三角却摆了摆手：老张啊，你这宅子怕是有点问题。我修好了床榻，但治标不治本，你得找个明白人好好看看。老者一听，脸色微变，随即又恢复了平静：李木匠，你此话怎讲？李三角压低声音，将门槛下见到蜈蚣的事说了出来。老者闻言沉默良久，最终叹了口气：罢了罢了，这事儿瞒也瞒不住，你随我来。说罢，老者领着李三角穿过几道门，来到宅子最深处的一座小院。院子里有一座假山，假山下有个小小的洞穴。老者从怀里掏出一把钥匙，打开洞穴口的铁锁，里面露出一个石盒。石盒打开，里面是一叠泛黄的纸张和7枚锈迹斑斑的铜钱。老者颤抖着手，
将铜钱递给李三角：“这是我家祖上传下来的，说是能镇宅辟邪。这些年我一直藏着没用，看来是时候了。”李三角接过铜钱，沉甸甸的，似乎带着某种力量。他心中一动，问道：“老张，你这宅子怕是被什么不干净的东西盯上了？这铜钱怕是不够，你还得告诉我更多。”老者叹了口气，终于打开了话匣子。原来张家祖上有位仙人，因得罪了一位得道高人，被下了诅咒。那高人临死前诅咒张家后代将遭遇不测，除非找到7枚天罡铜钱，否则张家将永无宁日。这些年，张家一直在暗中寻找这7枚铜钱，却始终未能集齐。直到老者这一代，才偶然间在一本古籍中发现了这7枚铜钱的下落。可惜为时已晚，宅子里的怪事越来越多，老者自知时日无多，这才急着请人来修床榻，希望能找到一丝转机。李三角听完，心中五味杂陈。他望着手中的7枚铜钱，心中暗自盘算：这铜钱究竟能不能解开张家的诅咒？又或者说，这一切的背后，是否还隐藏着更大的秘密？正当他沉思之际，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小院的宁静。一个家丁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：“老爷，不好了，后院出现了好多蜈蚣。”老者闻言，脸色瞬间变得煞白，李三角也是心头一紧。他迅速将7枚铜钱揣进怀里，跟着老者往后院跑去。只见后院一片狼藉，成群的蜈蚣四处爬行，有的甚至爬上了树木，场面触目惊心。老者瘫坐在地上，喃喃自语：“完了，完了，诅咒应验了。”李三角却目光坚定，他站起身来，大声说道：“老张，别怕，有我在，咱们一起想办法。”说罢，他掏出小刀，挥舞着驱赶蜈蚣，同时心中暗自思量：这7枚铜钱究竟该如何使用，才能解救张家于水火之中？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且说李三角手持小刀，在那后院中与蜈蚣群斗得难解难分。那些蜈蚣仿佛通了人性，专挑老者和家丁们躲避不及的地方进攻。一时间，后院乱成了一锅粥。李三角心里明白，这般硬拼不是办法，得找个法子破了这蜈蚣阵才行。他一边挥舞着小刀，一边观察着四周。突然，他的目光落在了那7枚铜钱上。他心头一动，记得老者说过，这铜钱能镇宅辟邪，说不定能对付这些蜈蚣。想到这里，他大喊一声：“老张，快找些红布来！”老者一听，连忙吩咐家丁去取红布。不一会儿，红布取来了。李三角将7枚铜钱一一用红布包好，然后按照北斗七星的方位，在后院摆了一个阵。摆好阵后，他深吸一口气，对着铜钱阵拜了3拜，口中念念有词：“天罡铜钱，听我号令，驱邪避凶，护佑安宁。”话音刚落，只见那7枚铜钱突然光芒大盛，红布上仿佛有火焰在跳动。紧接着，一阵狂风刮起，那些原本肆虐的蜈蚣仿佛遇到了克星，纷纷退避三舍，不敢靠近铜钱阵。李三角见状，心中大喜，他知道这铜钱阵起作用了。他趁机指挥家丁们用火把和雄黄粉，将那些退避的蜈蚣一一消灭。经过一番奋战，后院终于恢复了平静。老者看着满地的蜈蚣尸体，心中感慨万千：“李木匠，多亏了你，我们张家才逃过一劫呀。”李三角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，笑道：“老张，这事儿还没完呢，咱们得找出这蜈蚣的源头，彻底解决了才行。”老者点头称是，随即领着李三角回到厢房，仔细查看门槛下方的缝隙。经过一番搜寻，他们终于在缝隙中发现了一个小小的洞口，
那洞口被一块石板盖住，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。老者撬开石板，只见洞内漆黑一片，不知通向何处。李三角从工具箱中取出一盏油灯，点燃后伸进洞内，只见里面曲曲折折，似乎是一条地道。看来这蜈蚣就是从这地道里爬出来的。李三角说道。老者闻言，脸色微变，这地道难道通往我家先祖的墓穴？李三角一愣，墓穴？你是说这地道是通往你家先祖坟墓的？老者点了点头，我听祖辈们说过，先祖的坟墓就在这宅子下方，为了防止被盗，特地修了这条地道。难道这诅咒是从坟墓里传出来的？李三角沉默片刻，然后说道，不管咋说，咱们得下去看看，只有把源头解决了，张家才能真正安宁。老者咬了咬牙，点头同意。于是两人找来绳索和火把，顺着地道往下爬。地道里阴冷潮湿，不时还有水滴声响起，让人心里直发毛。爬了约莫半个时辰，他们终于来到了地道的尽头。只见前方出现了一扇石门，石门上刻着一些奇怪的符号，李三角辨认了半天，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。看来这石门得用特殊的方法才能打开。李三角说道。老者闻言，从怀里掏出一块玉佩，那玉佩晶莹剔透，散发着淡淡的光芒。这是我张家祖传的玉佩，或许能打开这扇门。说着，他将玉佩贴在石门上，只见石门上的符号突然亮起，紧接着石门缓缓打开，露出了一条通往墓穴的通道。李三角和老者顺着通道往里走，只见前方豁然开朗，出现了一座气势恢宏的地下墓穴。墓穴中摆放着张家先祖的棺椁，四周墙壁上刻着各种图案，讲述着张家的历史和传说。他们来到棺椁前，只见棺椁上刻着一条栩栩如生的蜈蚣，那蜈蚣与他们在后院见到的蜈蚣一模一样。李三角心中一动，想必这就是诅咒的源头了。他正要上前查看，突然那棺椁上的蜈蚣仿佛活了过来，张开血盆大口，朝着他们扑来。李三角眼疾手快，一把将老者拉开，同时抽出小刀，与那蜈蚣斗在了一起。那蜈蚣凶猛异常，身体灵活无比，李三角一时竟难以近身。就在这时，他想起怀里的7枚铜钱，连忙掏出铜钱，按照北斗七星的方位扔向蜈蚣。只见那7枚铜钱在空中化作7道金光，准确地击中了蜈蚣的7寸。蜈蚣发出一声惨叫，身体瞬间炸裂开来，化作一股黑烟，消散在空气中。李三角见状，心中大喜，他知道这诅咒终于被解除了。他回头看向老者，只见老者满脸激动，眼中闪烁着泪光。李木匠，谢谢你，你救了我们张家呀！老者紧紧握住李三角的手，声音哽咽。说罢，两人相视一笑，转身离开了墓穴。回到宅子后，他们将地道封死，将墓穴的秘密永远埋藏在了地下。从此以后，张家老宅再也没有发生过怪事，老者的身体也渐渐好了起来。而李三角也因为这次经历，在江南水乡名声大噪，成了人人敬仰的大师。今天的第2个故事，木匠上山砍柴，救下受伤的老鼠，他举手之劳却救了自己。有一座高耸入云的大山，名叫凌云峰。这凌云峰四季如画，春天万物复苏，夏天绿意盎然，秋天层林尽染，冬天银装素裹。山脚下有个不大不小的村庄，名叫杏花村。村里住着个手艺高超的木匠，名叫李大山。李大山这人长得5大3粗，一脸络腮胡子，但心思却极为细腻。他自幼跟着老爹学木匠活，一把斧头，一把锯，在他手里就像有了灵性，
能雕龙画凤，也能做出各种精巧的家具。村里人谁家有个木匠活，都愿意找他。李大山为人仗义，收费也公道，因此在杏花村里威望极高。这天，李大山起了个大早，准备去凌云峰砍些柴火。为啥呢？因为眼瞅着冬天就要到了，得提前准备些柴火过冬。他背上那把磨得锋利的斧头，肩上搭条粗麻绳，就往山上走去。一路上，鸟语花香，清风拂面，李大山心情格外舒畅。他沿着蜿蜒的山路走走停停，时不时还能看见几只小松鼠在树枝间跳跃。大约走了半个时辰，李大山来到了一片密林深处。这里的树木长得格外粗壮，阳光透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。他选中了一棵老松树，准备动手砍伐。正当他抡起斧头准备发力时，突然听到一阵微弱的滋滋声。李大山停下了手中的活计，侧耳倾听。那声音似乎是从不远处传来的。他放下斧头，循声走去。拨开灌木丛，只见一只巴掌大的小老鼠正躺在地上，一条后腿似乎受了伤，鲜血直流。李大山见状，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怜悯之情。他从小就是个心软的人，见不得小动物受苦。他蹲下身子，小心翼翼地捧起那只小老鼠。只见它浑身雪白，毛茸茸的，一双小黑豆似的眼睛眨巴眨巴地看着他，似乎在求救。李大山从怀里掏出块干净的手帕，轻轻地给小老鼠包扎好伤口。小老鼠似乎感受到了他的善意，不再挣扎，乖乖地让他摆弄。包扎好后，李大山把它放在一片树叶上，轻声说道：“小家伙，你在这儿歇会儿吧，等伤好了再去找你的家人。”说完，他转身准备离开。就在这时，那只小老鼠突然滋滋叫了2声，然后一瘸一拐地跑到他面前，用那双小黑豆似的眼睛紧紧盯着他。李大山愣住了，心想：这小家伙难道是舍不得我走？他笑了笑，摸了摸小老鼠的头，说道：“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你感激我，但我还得砍柴呢。你在这儿好好养伤吧。”说完，他转身向那棵老松树走去。刚砍了2斧子，突然听到身后传来滋滋的叫声。李大山回头一看，只见那只小老鼠正站在不远处的一块石头上，冲着他拼命摆手，哦，不是拼命摆尾巴。李大山乐了，心想这小家伙还挺逗的。他放下斧头，走到小老鼠面前，问道：“咋了？舍不得我走？”小老鼠似乎听懂了他的话，又滋滋叫了2声，然后用嘴叼起他脚边的一片树叶，往旁边的一个方向跑去。李大山心生好奇，便跟着小老鼠走去。穿过一片灌木丛，只见前面竟有一个隐蔽的小山洞。洞口不大，但里面却透出微弱的光芒。小老鼠停在洞口，回头看了李大山一眼，然后钻了进去。就在这时，石室的一角突然传来一阵轻微的响动。李大山转头看去，只见一只巨大的老鼠正站在那里，双眼紧盯着他。那只老鼠足足有他小腿那么高，浑身长满了黑色的毛发，一双眼睛闪烁着寒光。李大山心中一惊，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。但那只大老鼠并没有攻击他，而是用鼻子嗅了嗅空气，然后突然跪倒在地，冲着他连连磕头。李大山愣住了，心想这是咋回事？难道这只大老鼠是这小家伙的家长，来找我报恩的？他正想着呢，只见那只小老鼠从石室深处跑来，跳到大老鼠的背上，用嘴轻轻地蹭了蹭他的头。大老鼠似乎得到了安慰，站起身来，冲李大山点了点头，然后转身向石室深处走去。李大山站在原地，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，心中五味杂陈。
就在这时，他突然感到脚下一软，似乎踩到了什么东西。他低头一看，只见脚下竟然是一个装满金银珠宝的箱子。他惊讶地张大了嘴巴，心想：这是咋回事？难道是我救了小老鼠，他们来报恩的？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使劲揉了揉，再一看，没错，那确实是一箱子金银珠宝。李大山心中一阵激动，但他很快冷静下来。他知道这些财富来得太过突然，恐怕不是什么好事。但转念一想，自己只是个普通的木匠，又能惹上啥麻烦呢？他想了想，决定先把这些珠宝藏起来，等有机会再拿出来用。于是他找来一些干草和树叶，把珠宝箱子盖好，又在上面撒了些泥土和树叶，做了个记号，这才转身离开石室。刚走出洞口，李大山就听见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他心中一惊，心想：不好，莫非有人发现了这里？他急忙躲进一旁的灌木丛中，探出头去查看情况。只见一群穿着黑衣的人正沿着山路匆匆赶来，为首的是一个身材瘦削的老者，脸上有一道长长的疤痕，显得极为狰狞。他们手里拿着各种武器，显然是来者不善。李大山心中暗叫不好，心想：这些人莫非是冲着那石室里的珠宝来的？我得赶紧离开这里，免得惹祸上身。他悄悄地绕开那群人，往山下走去。一路上，他心惊胆战，生怕被那些黑衣人发现。好在那些黑衣人似乎并不知道他的存在，一路直奔凌云峰深处而去。李大山回到杏花村时，天色已经擦黑。他悄悄地把那箱珠宝藏在了自家后院的一个废弃的柴房里，然后用土和石头把洞口堵得严严实实。做完这一切后，他才长长地舒了口气，心想总算是安全了。然而他并不知道，这一切只是刚刚开始。那群黑衣人以及石室里的秘密，将会给他带来怎样的命运转折呢？且听下回分解。李大山本以为这事儿就算过去了，自己可以安安心心地过小日子。但俗得好，纸包不住火，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。没过几天，杏花村里就传出了风言风语，说李大山在山上捡到了宝贝，发了大财。这事儿传得有鼻子有眼，说是有人亲眼看见李大山从山上背了个沉甸甸的包裹回来，还偷偷摸摸地藏在了后院。起初，李大山还不当回事儿，心想爱咋说咋说呗，反正那珠宝藏得严严实实的，谁能找到？可没过多久，这事儿就闹大了。村里有个叫刘二狗的年轻人，是个出了名的混混，整天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。他听说李大山发了财，心里那个嫉妒啊，就跟猫爪子挠似的。于是他纠集了几个同样不三不四的小弟，趁着天黑摸到李大山家后院，想撬开那个废弃的柴房看看。李大山虽然粗心大意，但也不是个傻子。他早就料到有人会打那珠宝的主意，于是悄悄在后院布下了陷阱。刘二狗他们刚摸到柴房门口，就踩上了陷阱，被摔得七荤八素。李大山听到动静，抄起一根木棒就冲了出来。刘二狗他们一看李大山这架势，吓得撒腿就跑。李大山虽然没追上他们，但心里也明白这事儿肯定不能善了。于是他连夜收拾了些衣物和干粮，准备离开杏花村，去外面避避风头。他心想，这珠宝虽然是个宝，但也是个烫手山芋，我还是赶紧离开这儿，等风头过了再回来。说走就走，李大山天不亮就出发了。他沿着山路一路向北，走了整整一天一夜，才来到一个陌生的小镇。这个小镇名叫太平镇，虽然不大，但人烟稠密，热闹非凡。李大山找了个客栈住了下来，打算先歇歇脚，再做打算。他刚在客栈里安顿好，
就听见外面传来一阵吵闹声。他好奇地探出头去一看，只见一群穿着华丽的人正围着一个卖菜的老汉指指点点。李大山仔细一听，这才明白过来，原来那个老汉卖的是一筐新鲜的野菜，里面竟然夹杂着几株灵芝。那些华丽的人想买灵芝，但老汉要价太高，他们不愿意出，于是双方就吵了起来。李大山一看那灵芝，眼睛就亮了，他认得出那是真正的野生灵芝，价值连城。他心想，我手里那些珠宝虽然值钱，但总有用完的一天。要是能把这灵芝弄到手，卖出去，那以后的日子就不用愁了。于是他悄悄地走到老汉身边，低声说道：“大爷，你这灵芝咋卖呀？”老汉抬头看了他一眼，说道：“这位兄弟，你识货呀？这灵芝是我在山上采的，绝对野生，大补啊！你要是想要，给这个数。”说着，他伸出5根手指头。李大山一看，心中暗暗盘算：5两银子，不贵不贵。于是他掏出5两银子，递给老汉，说道：“成交。”老汉接过银子，笑眯眯地把灵芝递给了他。李大山拿着灵芝，心里美滋滋的。他打算明天一早就去镇上的药铺问问价钱，把这灵芝卖出去。可没想到，当天晚上他就遇到了麻烦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李大山突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。他打开门一看，只见外面站着几个穿着黑衣、面色凶狠的人。其中一个领头的人，正是那天在山上遇到的那个疤痕老者。李大山心里咯噔一下，心想：坏了，这些人是冲着那珠宝来的。他强装镇定，问道：“各位深夜来访，有何贵干？”疤痕老者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姓李的，别装了。我们知道你手里有宝贝，识相的就赶紧交出来，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。”李大山一听这话，心里就明白了。他暗暗后悔自己当初没听那小老鼠的劝告，贪财惹祸。但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，他只能硬着头皮跟这些人周旋。他说道：“各位大哥，你们可能是误会了，我手里哪有什么宝贝呀？我就是个普通的木匠，哪里来的财富？”疤痕老者一听这话，勃然大怒，挥起手中的刀就砍了过来。李大山一闪身躲过，顺手抄起一根木棒，跟那些人打了起来。他虽然身强力壮，但那些黑衣人都是训练有素的打手，他渐渐落入下风。就在这时，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哨声。那些黑衣人一听哨声，立刻停止了攻击，转身逃走了。李大山气喘吁吁地坐在地上，心想：这是咋回事？难道还有人在帮我？他正想着呢，突然听见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。他抬头一看，只见一个身穿白衣的年轻人走了进来。那年轻人长得眉清目秀，一脸书生气。他走到李大山面前，拱手说道：“在下林峰，是太平镇林家的2公子。今晚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。那些黑衣人是附近的山贼，专门抢夺财宝。他们之所以放过你，是因为我们林家的人及时赶到。”李大山一听这话，感激涕零，连忙起身道谢。林峰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举手之劳，何足挂齿。不过我听说你手里有件宝贝，不知可否借我一观？”李大山一听这话，心里咯噔一下，心想：这林峰难道也是冲着那珠宝来的？但他转念一想，人家毕竟救了自己的命，不能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于是他掏出那箱珠宝，递给林峰。林峰打开箱子一看，顿时惊呆了。他没想到李大山手里的宝贝竟然如此珍贵。他看了李大山一眼，说道：“李兄，这珠宝太过珍贵，你留在身边恐怕会有危险。不如这样，我替你把它们卖掉，换成银两，
再给你送回来，你看如何？”李大山一听这话，心中大喜，连忙点头答应。于是林峰带着那箱珠宝离开了客栈。李大山在客栈里等了好几天，才见林峰回来。他手里拿着一沓厚厚的银票，递给李大山说道：“李兄，这是你的珠宝换来的银两，你拿着这些钱，可以去做点小生意，或者买个房子，置办些田地，以后的日子就不用愁了。”李大山接过银票，感动得热泪盈眶。他紧紧握住林峰的手，说道：“林兄，你的大恩大德，我永生难忘。以后有用得着我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”林峰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李兄客气了，咱们都是江湖儿女，互相帮助是应该的。对了，我有个朋友在北方开了个木器行，正缺人手，你要是愿意的话，可以去他那里谋个差事，待遇不错，还能学到不少东西。”李大山一听这话，心中一动，他想了想，说道：“林兄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我现在还不想离开太平镇，我打算在这里开个小木器店，做点小生意。要是以后有机会，再去北方也不迟。”林峰一听这话，也没强求，他拍了拍李大山的肩膀，说道：“行，李兄，既然你主意已定，那我就不多说了。祝你生意兴隆，财源广进。”就这样，李大山在太平镇开了个小木器店。他凭借着精湛的手艺和低廉的价格，很快就在镇上站稳了脚跟。那些珠宝换来的银两，也成了他创业的本钱。几年下来，他的木器店越做越大，成了镇上最有名的店铺之一。至于那些黑衣人，自从那晚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。李大山知道那是林峰在背后帮自己摆平了，他心中暗暗发誓，以后一定要好好报答林峰的恩情。所以说呀，咱们做人啊，还是要心存善念，多做好事，说不定哪天你就能得到一份意想不到的惊喜呢。今天的最后一个故事，木匠上门修澡盆，竟暗中做手脚，不料少女看到后乐了。在清朝末年，江南水乡有个名叫柳河镇的地方，镇上有个姓苏的大户人家，家境殷实，世代经商，在当地颇有名望。苏老爷膝下无子，只有一个宝贝女儿，名叫苏婉儿，长得如花似玉，聪慧过人，是镇上出了名的美人儿。苏婉儿自小身子弱，每到冬日便手脚冰凉，畏寒得厉害。苏老爷心疼女儿，便特地请人从京城运来一只精致的铜制澡盆，据说这澡盆有温养气血、驱寒暖身之效。澡盆一到，苏老爷便命人在女儿闺房中置办了一个浴室，好让婉儿能随时享用。然而好景不长，那澡盆用了几年之后，竟开始漏水。起初只是细微之处，渐渐的漏水愈发严重，每次沐浴都要换好几次水。苏老爷心疼女儿，又舍不得扔掉这澡盆，便决定请个手艺高超的木匠来修理。这日，镇上来了一位姓李的木匠，据说手艺了得，能修各种奇巧之物。苏老爷一听，连忙派人将他请到了府中。这李木匠40上下，身材魁梧，脸上带着几分憨厚，一双大手布满老茧，一看便是常年劳作之人。苏老爷将李木匠带到婉儿的闺房，指着那澡盆说道：“李师傅，这澡盆对我女儿极为重要，你可得小心修理，莫要弄坏了。”李木匠点点头，围着澡盆仔细打量了一番，眉头微皱，说道：“苏老爷放心，这澡盆虽精致，但修理起来并不难，只是需要些时日。”苏老爷一听，心中大喜，连忙吩咐下人备好酒菜，款待李木匠。李木匠也不客气，吃了几杯酒，便开始动手修理澡盆。
他拿出工具，叮叮当当敲打了半日，那澡盆的漏水之处便被修补得严严实实。苏老爷见澡盆修好了，心中甚是高兴，赏了李木匠不少银两。李木匠接过银两，却并未急着离开，而是又围着澡盆转了几圈，眼中闪过一丝狡黠之色。原来这李木匠并非寻常木匠，他年轻时曾学过一些旁门左道，擅长制作一些机关暗器。他见这澡盆精致异常，心中便起了贪念，想在这澡盆上做些手脚，日后好再来敲诈一笔。于是李木匠趁着苏家人不注意，悄悄在澡盆底部安装了一个小小的机关。这机关极为隐蔽，若不仔细查看，根本难以发现。一旦触发，澡盆便会漏水，且无法修补，除非他亲自前来解除。李木匠做完手脚，心中暗自得意，便辞别了苏老爷，离开了柳河镇。苏老爷见澡盆修好了，便命人将婉儿叫来沐浴。婉儿听说澡盆修好了，心中甚是高兴，连忙换了衣裳，来到闺房中的浴室。她跳进澡盆，感受着温热的水流包裹着身体，舒服得直叹气。然而婉儿刚泡了一会儿，那澡盆竟又开始漏水。她惊讶地站起身，低头查看，却并未发现任何异常。婉儿心中疑惑，命丫鬟又换了几次水，但那澡盆依旧漏水不止。婉儿心中气恼，却也无可奈何，只得吩咐丫鬟将澡盆中的水放掉，自己则坐在床边生闷气。她心想，这澡盆好好的，怎会突然漏水？莫非是那木匠做了手脚？婉儿越想越气，决定亲自去找那木匠问个明白。她换上男装，带了几个随从，骑马出了柳河镇，一路打听那木匠的下落。这日，婉儿一行人来到一个名叫杏花村的小村庄，打听到那木匠就住在这里。他们来到木匠家，只见大门紧闭，院中寂静无声。婉儿命随从敲门，等了半天，才见一个妇人开门探出头来。那妇人见婉儿一行人气势汹汹，心中有些害怕，问道：“你们找谁呀？”婉儿说道：“我们是来找李木匠的，他在家吗？”妇人一听，脸色微变，说道：“他不在家，你们找他干啥？”婉儿见妇人神色不对，心中更加确定那木匠做了手脚，便说道：“我们是苏府的，那澡盆修好后又开始漏水，我们怀疑他做了手脚，特地来问问。”妇人一听是苏府的人，脸色更加难看，说道：“我不知道你们在说啥，他不在家，你们走吧。”说完便要关门。婉儿见状，一把推开妇人，闯进院中。他四处查看，只见院中堆满了各种木料和工具，却不见那木匠的身影。婉儿心中气恼，命随从将院中翻了个底朝天，却依旧没找到那木匠。婉儿无奈，只得带着随从离开。他们一路打听，来到一个偏僻的山林之中。只见林中有一座破旧的木屋，门前停着一辆马车。那木匠正坐在马车旁抽烟袋。婉儿见状，心中大喜，连忙命随从将他围住。那木匠见势不妙，想要逃跑，却被婉儿一把抓住。婉儿怒道：“你这木匠，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澡盆上做手脚！”木匠见被识破，心中惊恐，连忙说道：“姑娘饶命，我也是一时糊涂，家中老小等着吃饭，这才出此下策。”婉儿听他如此说，心中怒气稍减，说道：“你若想活命，就赶快将澡盆修好，莫要再耍什么花招。”木匠连连点头，说道：“好好好，我这就去修，这就去修。”说完，便跟着婉儿一行人回到了柳河镇。回到苏府，木匠小心翼翼地拆开澡盆底部的木板，露出了他安装的机关。婉儿见状，心中暗自冷笑，心想：这木匠果然做了手脚。
木匠见机关被识破，羞愧难当，连忙动手将机关拆除，又将澡盆修补得严严实实。婉儿见他手艺确实不错，心中怒气已消，便命人赏了他一些银两，将他打发走了。澡盆修好后，婉儿又能安心沐浴了。她泡在澡盆中，感受着温热的水流包裹着身体，舒服得直叹气。她心想，这木匠虽然可恶，但手艺确实不错，只是以后可得小心提防，莫要再被他骗了。然而婉儿并不知道，这澡盆虽然修好了，但她的命运却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原来那木匠在澡盆中安装的机关虽然被拆除了，但他却在机关上留下了一丝不易察觉的香气。这香气极为特殊，只有他一人能识别。数月之后，那木匠因欠下巨额赌债，被仇家追杀，逃到了江南水乡。他无处可去，便想起了曾在苏府安装的机关，心中暗自盘算，那苏府小姐长得如花似玉，我若将她掳走，卖给那些富商，定能赚上一笔大钱。于是那木匠悄悄来到柳河镇，潜入苏府，想要将婉儿掳走。然而他刚一进府，便被苏府的护卫发现，一番打斗之后，那木匠被擒住，送到了官府。婉儿得知此事，心中暗自庆幸，心想幸亏那澡盆修好了，否则我定要落入那木匠之手。他命人将木匠押到面前，想要问个明白。那木匠见婉儿美貌如花，心中后悔不已，说道：姑娘饶命，我本是想掳你走，卖个大价钱，如今被擒，已是死路一条，只求姑娘能给我一个痛快。婉儿听他如此说，心中并无怜悯之意，说道：你这木匠作恶多端，今日落入我手，定要将你绳之以法。说完，便命人将他押往官府。然而那木匠却突然喊道：姑娘且慢，我有一事相求。婉儿心中好奇，问道：你有何事？木匠说道：我自知罪孽深重，死不足惜，只是我那老母无人照料，求姑娘能大发慈悲，饶她一命。婉儿听他提起老母，心中微微一动，她想起自己自幼丧母，心中甚是悲痛。她想了想，说道：你若真心悔过，我便饶你一命，但你必须将你所学手艺传授于我，日后好自食其力。木匠一听，连忙磕头谢恩，说道：多谢姑娘大恩大德，我日后定当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于是那木匠便在苏府中住了下来，将毕生所学手艺都传授给了婉儿。婉儿聪明伶俐，很快就学会了木匠的手艺，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这日，婉儿正在院中制作一个精巧的木盒，突然听到丫鬟来报，说府外有人求见。婉儿放下手中的活计，来到府门前，只见一个衣着华丽、气宇轩昂的男子站在门外。那男子见婉儿美貌如花，心中甚是惊艳，连忙上前施礼，说道：在下乃京城赵府的公子，特来拜访苏小姐。婉儿心中好奇，问道：赵公子有何贵干？那赵公子说道：在下听闻苏小姐手艺高超，特来请教。婉儿一听，心中暗自得意，说道：赵公子客气了，请进府一叙。于是那赵公子便跟着婉儿进了府。他见婉儿院中摆满了各种精巧的木器，心中更是惊叹不已。他说道：苏小姐真是心灵手巧，这些木器真是巧夺天工。婉儿微微一笑，说道：赵公子过奖。婉儿领着赵公子在院中参观，一边走一边介绍那些木器的来历和用途。赵公子听得津津有味，不时点头称赞。赵公子，你看这个木盒。婉儿指着一个精致的木盒说道：这是我最近刚做好的，里面的机关巧妙无比，只有我知道如何打开。赵公子闻言，
眼中闪过一丝好奇，说道：“哦，如此神奇，苏小姐能否演示一番？”婉儿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当然可以。”说着，她便走到木盒前，轻轻一按盒盖上的一个暗扣，盒盖便缓缓打开，露出里面的一块精美的玉佩。赵公子见状，惊叹不已，说道：“真是妙哉！苏小姐的手艺果然名不虚传。”婉儿得意地笑了笑，说道：“赵公子若是有兴趣，我可以教你如何制作这样的木器。”赵公子闻言，心中大喜，连忙说道：“那真是太好了，在下一定虚心学习。”于是婉儿便开始教赵公子制作木器的手艺。她耐心地讲解每一个步骤，赵公子也学得十分认真。两人一边制作木器，一边聊天，渐渐的便熟络了起来。这日，赵公子又来拜访婉儿，他见婉儿正在院中雕刻一个木像，便走过去观看。“苏小姐，你刻的这个是谁呀？”赵公子指着木像问道。婉儿抬头看了他一眼，笑道：“这是我娘。”赵公子闻言，心中微微一动，说道：“苏小姐真是孝顺，竟将母亲的模样刻得如此栩栩如生。”婉儿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我自幼丧母，这是我根据记忆刻的，虽然不太像，但也能看出个大概。”赵公子闻言，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情愫，他说道：“苏小姐真是才情出众，令人佩服。”婉儿笑了笑，说道：“赵公子过奖了，我只不过是个普通的民间女子，哪里比得上你这样的京城公子？”赵公子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苏小姐太谦虚了，你的手艺和才情，在京城也是难得一见的。”两人一边聊天，一边继续雕刻木像。渐渐的，那木像便越来越像婉儿的母亲了。婉儿看着木像，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思念之情。“赵公子，你说人死了之后会去哪里呢？”婉儿突然问道。赵公子闻言，心中一愣，说道：“这个嘛，我也说不清楚，或许会去另一个世界吧。”婉儿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我也希望如此。我希望我娘能在另一个世界过得幸福。”赵公子看着他，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情感。他说道：“苏小姐，你放心，你娘一定会过得很好的。”婉儿笑了笑，说道：“谢谢你，赵公子，你真是个好人。”两人继续聊天，渐渐的便到了傍晚时分。赵公子见状，说道：“苏小姐，时候不早了，我该回去了。”婉儿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赵公子慢走，有空常来。”赵公子微笑着点了点头，转身离开了苏府。他回到京城之后，心中依旧念念不忘婉儿的才情和美貌，于是他便托人向苏老爷提亲。苏老爷得知此事，心中甚是高兴。他早就看出赵公子对婉儿有意，如今他主动提亲，自然是求之不得。于是他便答应了这门亲事。婉儿得知此事，心中却有些犹豫。她虽然对赵公子颇有好感，但一想到要离开这个熟悉的家，离开这个充满回忆的地方，心中便有些不舍。然而她转念一想，赵公子是个好人，嫁给他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。于是她便答应了这门亲事。婚期定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。那日苏府张灯结彩，热闹非凡。婉儿穿着华丽的嫁衣，坐在闺房中等待新郎的到来。赵公子骑着高头大马，带着迎亲队伍来到苏府。他见到婉儿，眼中闪过一丝惊艳，心中更是欢喜不已。两人拜过天地，便被送入洞房。洞房之中，烛光摇曳，气氛温馨而浪漫。赵公子看着婉儿，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幸福感。“婉儿，你真美。”赵公子说道。婉儿低着头，羞涩地笑了笑，说道：“赵公子，你以后要叫我夫人了。”赵公子闻言，
心中大喜，连忙说道：“对对对，夫人，夫人。”两人相视而笑，渐渐的便陷入了幸福的甜蜜之中。然而好景不长，婚后不久，赵公子便因公务繁忙，经常外出。婉儿一个人留在京城，心中倍感孤独。他时常想起在柳河镇的日子，想起那些和父亲、丫鬟们在一起的快乐时光。他开始怀念那个充满回忆的地方，怀念那个曾经让他感到温暖的家。这日，婉儿终于决定回柳河镇看看。她收拾好行囊，带着几个随从，一路南下，来到了熟悉的柳河镇。她来到苏府门前，只见大门紧闭，院中寂静无声。她心中一惊，连忙命随从敲门。过了一会儿，一个老仆人探出头来，见到婉儿，惊讶地说道：“小姐，是你吗？你回来了？”婉儿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是我，我回来了。”老仆人见状，连忙打开门，让婉儿进了府。他走进院中，只见一切依旧如初，只是多了几分岁月的痕迹。他来到父亲的房间，只见房中摆满了父亲生前的遗物。他看着那些遗物，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伤感。“父亲，我回来了。”婉儿低声说道。仿佛有回音在房中回荡，婉儿仿佛听到了父亲的回应。她闭上眼睛，默默地感受着这份来自父亲的温暖和关爱。她在柳河镇逗留了数日，走访了曾经的亲朋好友，重温了那些美好的回忆。她感到自己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无忧无虑的时光，心中充满了幸福和满足。然而，她知道她不能永远留在柳河镇，她有自己的家庭和责任，她必须回到京城，继续她的生活。于是，她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柳河镇，带着满满的回忆和温暖，回到了京城。她回到赵府，见到了久违的赵公子，两人紧紧相拥，仿佛有千言万语要说，却又不知从何说起。他们开始更加珍惜彼此，更加努力地经营着这个家。他们一起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，但始终相互扶持，不离不弃。岁月如梭，转眼间，婉儿已经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。她坐在窗前，看着窗外的风景，心中充满了感慨和满足。她回首自己的一生，觉得自己过得充实而有意义。她有过快乐，也有过悲伤，有过成功，也有过失败。但无论如何，她都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信念和追求。她看着身边的赵公子，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幸福感。她知道，这个男人一直陪伴在她身边，无论她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，他都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。她笑了笑，说道：“赵公子，这一生有你相伴，真是我的福气。”赵公子闻言，微笑着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婉儿，这一生有你相伴，才是我最大的幸福。”两人相视而笑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。他们知道，无论未来如何变幻莫测，他们都会一直陪伴在彼此身边，共同面对生活的挑战和风雨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了。如果您想发表自己的看法，可以在视频下方随意留言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订阅加分享。小鹿祝您好运连连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